今天要讲的案件是日本历史上最残酷的案件之一，凶手通过精神操控的方式，让一家7口相互虐待、残杀，最后分解自己亲人的尸体。本案的主人公绪方纯子于1961年出生于日本九州福冈县富裕的绪方家，从小他就被当作家族的继承人精心抚养长大。大专毕业后，他成为了一名幼儿园教师。据说他的性格非常好，为人善良、认真、踏实。1980年的夏天，纯子永远记得那天。当天，他接到了一通电话，电话的那一头正是他的高中同学松永泰。尽管他们是高中同学，但两人之前几乎从无交集。电话那头的松永请求与纯子见一面，纯子有些迟疑，但松永却非常坚持，说自己曾跟他借过50日元，一定要当面还给他。最终纯子答应了见面的请求，而这次见面也将改变他的一生。见面当天出现的是一个英俊的男人，穿着名贵的西装，驾驶着高级轿车，说话非常自信。松永的一切都让纯子看得眼花缭乱。那时候的松永刚刚接手了家族生意，出手很是阔绰。其实他并不是一个正经的生意人，他通过高价出售劣质的蒲团和敲诈勒索的手段来赚钱。纯子所看到的其实都是松永想让他看到的。此后的2年里，松永频繁邀约纯子见面，最终两人开始交往。其实那个时候松永已经结婚了，纯子也曾试图克制自己不要被爱情冲昏头脑，但随着他对松永的感情逐渐增加，自制力也开始减弱。而松永的妻子从一开始就知道纯子的存在，可是他并未放在心上，因为他只想赶紧结束和松永的婚姻关系，离开这个长期家暴他和孩子的男人。其实在松永和纯子交往的几个月后，松永也开始对纯子使用暴力。纯子只要犯了点小错，便会遭到暴力殴打、扯头发、重击。随着两人交往的时间越长，这些暴力逐渐变成家常便饭。而每一次施暴，松永都会用华丽的话术告诉纯子错在哪里，所以挨打也是活该。当虐待开始升级后，纯子开始遭受电击，那是松永独家发明的刑具，他会将电线缠绕在纯子身上脆弱的地方，包括四肢、颈部，甚至是下体。剧烈的痛苦让纯子全身扭曲，失去意识，甚至口吐鲜血。在松永的虐待和洗脑下，纯子逐渐失去自我意识，成为了一个扯线木偶。有一次，松永知道了纯子曾和别的男人约会过，他非常生气，为了惩罚并完全占有纯子，他用烟头在纯子的右胸和大腿烙上了自己的名字，以此来证明纯子属于自己。在长期反复的虐待后，纯子慢慢相信这一切都是自己的错，自己是个麻烦，活该被打。他把一切痛苦都转化为不可以给松永添麻烦。在严重的自责下，他选择了轻生。然而他的自残行为却成为了松永彻底拥有他的关键。1992年，也就是松永和纯子来往的第12年，松永和妻子办理了离婚，随后他便向纯子求婚。最初纯子的父母并不赞成两人的关系，但几次接触下来，他们逐渐对颇有口才的松永产生了好感。保守的绪方家不想女儿自杀的丑闻被外人知晓，加上眼前的松永看起来是个诚实可靠的青年，于是绪方家与堕落的女儿切断了关系，将她送给好青年松永。但他们并不了解，其实女儿的异常行为都是松永造成的。失去家人，失去工作，堕落的纯子成为了松永的员工。松永通过欺骗熟人，让他们用消费贷来筹集资金，纯子则根据指示骗取了这些人的钱财。没多久，纯子就成为了最优秀的员工。拿起电话，他面不改色地说出诈骗话术，为松永赚来了更多的钱财。他为松永生了孩子，忍受着他与无数女人的性关系。即使松永的公司欠债倒闭，他也毫不犹豫地跟着跑路。那是在1992年的7月，两人刚结婚不久，他们因诈骗勒索被警方通缉。纯子隐姓埋名，带着他们的儿子和松永成为了亡命之徒。逃亡期间，缺钱的两人把注意力转向了为他们提供公寓的房东富部智清。松永使用假名，冒充一家顶级制造商的工程师，并邀约房东一起搞一番大事业。房东很快就被两人迷惑了，并主动交出了自己的钱财投资。他完全没有想到，所谓的大事业正是他本人。
松永借机开始离间房东和妻子的关系，煽动他们分居。在松永的多次怂恿下，房东真的带着自己的女儿搬进了松永的家。一次吃饭的时候，不擅长喝酒的房东被灌下了好多的酒，之后他被两人胁迫写下了很多子虚乌有的罪证，例如我性虐待我的女儿，我挪用了公司资金，我试图强奸纯子等等。接着松永发出指示，电击他，纯子拿出刑具，而人间炼狱就此开始。混乱的日夜里，房东被无数次电击，并被监禁在狭小的浴室里，每天只能睡2个小时，吃稀少的食物，甚至还会被迫吃下排泄物。有时松永甚至要求他的女儿一起虐待父亲，而年幼的女孩在两人的胁迫下也只能乖乖听话。过程中，房东胡乱签下了无数的合约，将自己的财产一步一步地交给了松永。在长达2年的折磨之后，他完全丧失了求生意志。临死前，松永让房东的女儿咬了父亲一口，留下牙印后拍了张照片，并让他写了份声明，承认自己杀害父亲，从而让他感到内疚。最终，可怜的房东死在了浴室中。或许他是为了女儿，或许他已经完全被精神控制。总之，他自始至终都没有表现出反抗，而就在他去世的几天前，他还对着已经怀2胎的纯子说，希望你生一个健康的宝宝。房东死后，松永不耐烦地发号施令，都是你弄的，你要去处理。纯子自责地认为都是自己的错，松永并没有让他杀人，是他把人弄死了。松永提供了分尸的教学，指导纯子和房东的女儿一起分解尸体并抛入海中。从头到尾，松永都不动手，只用动动嘴巴，之后便回房间看电视。两人则是按照吩咐在浴室里把肉搅碎，花费了1个月的时间才把现场清理干净。整个过程，纯子只想着赶紧把眼前的麻烦处理掉，晚一点他还要张罗儿子的晚餐。随着房东的死亡，经济来源也彻底断了。松永的愤怒与日俱增，本来施加在房东身上的电击又回到了纯子身上。绝望的纯子决定偷偷出去工作，于是他连夜离开了松永，把孩子托付给断联已久的母亲，前往汤布院面试服务员。一直以来，连外出都要定时报备行踪，如今身在远方，纯子忽然意识到自己根本用不着回去。之前认为不可以逃跑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？还没有来得及细想，电话便打断了他的思绪。电话那头是父亲急切的通知，说他逃走后，松永就跳海自杀了。自责的纯子抛下了自由，匆匆回家为松永奔丧。当他推开家门时，活生生的松永笑容满面，而纯子的爸爸妈妈妹妹纷纷一拥而上，将纯子压倒在地。原来在纯子自由的时光里，松永俘获了旭方一家。松永私下引诱纯子的母亲和妹妹与他们发生性关系，而曾是警察的妹夫与家产万贯的父亲都被松永的言行迷惑。在松永的嘴里，是堕落的纯子杀死了房东，还毁尸灭迹。是纯子这个麻烦拖累了松永，他只能勉为其难要求旭方家给封口费。纯子也必须捉回来关着，如果他跑去自首，你们旭方家就变成了杀人犯的亲戚。这些话术让旭方一家都深感愧疚，于是他们决定合力将纯子捉回家监禁。而松永早就暗下决心，要将他们的财产全部吞掉。在日本，大家都有一个深刻的共识，那就是不可以给他人添麻烦。对于日本人来说，这是一种罪。为了弥补纯子制造的麻烦，家人们陆续贡献了自己的财产，以弥补对松永的愧疚。在把财产全部交给松永后，旭方一家老小共计6人一起住进了松永的公寓，成为了他的仆人。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很难用言语描述，毕竟当人的心智进入极度混乱的空间时，是常人无法理解的。松永第一个目标是纯子的妹夫，为了让旭方家的所有人都成为共犯，松永让大家对他使用暴力，并将他折磨致死。为了对整个家庭进行精神控制，松永还制定了一套自己的规则。犯错的人每天只能进食1次，想喝水也要得到他的允许。吃的大部分食物都是白面包，如果7、8分钟内不吃完饭，就会受到电击和拳打脚踢。不仅如此，松永还会严格控制排泄时间和睡眠时间，不可以自由活动，也不可以随便说话，有时还要站一整天，直到受罚的人双腿肿胀。
他会通过对每个家庭成员进行排名，让大家彼此产生敌意。在那间公寓里，旭芳的家人进入了竞争状态，因为一旦被松永视为麻烦，会被关进浴室虐待，禁止正常饮食和睡眠。但松永从不动手，他只会口头指示谁应该受到电击，那个人便会愧疚地拿起电击器缠绕在自己身上。一家男女正值青壮年，却无人产生反抗心理，任由电流穿过自己的身体。在长期的虐待下，所有人的精神都受到了高度的刺激，最终发生了更难理解的事情，他们开始相互残杀。由于松永不时地提出暧昧的问题，但又不说明用意，害怕被电击的旭芳家人绞尽脑汁得出的结论是：他想除掉我们某个人吧。于是他们揣摩上意，一个个把松永觉得麻烦的人杀掉。荒谬的是，每当有人死亡，松永便会夸张地说道：你们怎么又杀人了？真是添麻烦，那么你们记得要清理干净哦。经验丰富的纯子会带着大家分解家人，丢进海里，让一切麻烦通通消失。于是一个接一个，爸爸妈妈、妹妹、妹夫、外甥，短短1年，当纯子回过神时，家人已经一个不剩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一直有个旁观者，他就是房东的女儿富部公子。他亲眼看着自己的父亲被虐待致死，在那之后，为了生存，他只能小心翼翼地听从松永的吩咐。当旭芳一家全数消失后，松永开始觉得公子是个麻烦，而我们都知道，身为麻烦会是什么下场。为了活命，公子在某天逃出了公寓，冲向久未联系的祖父母家。没过多久，松永便出现了，他的花言巧语瞬间俘获了富部一家。公子被迫回到公寓，受到了更严重的虐待。2007年，17岁的公子再度逃跑，这次祖父母才终于决定报警。当警察问公子经历了什么，公子欲言又止地说道：你们不会相信我发生了什么事。这个骇人听闻长达10年的屠杀罪行，被称为北九州连续监禁虐杀事件。诡异的过程彻底震撼了日本全国。松永与纯子随即被捕。刚开始，纯子一心想保护松永，他认为错的都是自己。但随着与松永隔离，与他人相处，纯子慢慢地开始思考，为什么自己如此听话。在法庭上，纯子开始一字一句说出自己的所有罪行，而松永依旧花言巧语，称大家都是莫名其妙自相残杀，他只是无辜被卷入麻烦的受害者。2011年12月12日，松永被判处死刑，纯子则因为长期受害被判处无期徒刑。多年以来，大家讨论这个案件时，经常提出的问题便是为什么不逃跑？而事实上，心理操控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。当人长期处于受虐、没有尊严、无法正常饮食和睡眠的情况下，会逐渐丧失求生意志，彻底陷入麻木。一些邪教组织就是利用精神控制来操控教徒，而不幸的是，这个案件告诉我们，精神控制其实离我们并不远。